最后呢，我们肯定要讨论的、要探讨的就是它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东西啊，它很难有一个标准。虽然我们可以形容这个声音很柔和啊、很温暖啊，像这个男中音的歌唱，像女高音的什么什么铃铛也好大提琴也好，但是其实呢，这所有的词汇在描绘声音的时候都是非常贫乏无力的啊。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每一台琴它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我说的每一台琴是指哪怕是这个品牌的同一个型号的钢琴因为有时候我会帮朋友或者带学生去钢琴厂选琴，那一眼望去可能比如说这个某个品牌这个型号它一排有10个同样型号年份都差不多的，但是可能每一台琴的声音和手感差别都很大很大你会觉得这怎么会是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品牌呢？它就是差别很大你就好像大家都是清华毕业的，你说清华毕业的人都一样吗？那当然不一样。但是也有人说，你看复旦毕业人，他们都有一个就是看上去好像这个人就是复旦出来的，或者这个人好像就是 MIT 出来，他又有这个区别，但同时呢，它也会有一些共通点所以呢，我们今天讨论的，我们在视频里面讨论的呢，更多的是这个共同点。我们不要去讨论这个太多的区别，因为这个区别是受太多因素的影响。另外一个会影响声音的因素就是空间，比如说就是这台琴不说同品牌同型号，就这台琴同一台琴，它在我现在这个沙龙厅它发出的声音，或者是我如果把它搬到了演奏厅它发出的声音，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琴如果在一个层高比较低相对可能比较小30-40平的空间它的声音马上就改变了，因为你听到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这台琴搬到音乐厅里面那个声音又不一样，所以你很难去像很多这个视频里面说我们来比较一下法齐奥利和斯坦威和贝斯坦的声音之间的区别，就这是非常怎么说呢？你没有办法，这个所谓叫窥一斑见全豹，它见不了全豹的每台琴都不一样，每个空间都不一样。那我只能说这台琴它在这个空间它的声音特点。当然如果你弹的够多比如说你说我弹过10几台法齐奥利，我弹过几十台上百台斯坦威，那么可能你会发现好像蛮多的状态比较 OK 的标准的斯坦威它会有那样的手感那样的声音，而这种标准的感觉和我弹过的10几台法齐奥利它的那种感觉会有一些区别，只能这样去讨论但不能具体讨论到一台琴。那么对我而言呢，法齐奥利的声音它是非常现代的什么叫现代呢？大家看这法齐奥利的标这个标的设计就很现代，而且据我所知，法齐奥利的这个标好像从它一开始出现这个创建到现在是没有改变过的。斯坦威的标是变过很多很多次我们之后在斯坦威的介绍的视频里面我会给大家详细介绍那这个是这个标，就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斯坦威的标法齐奥利就这一种标没有改变过。那么大家看这个字体它的选用，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面代表了法齐奥利的声音那么我觉得它的声音非常纯净状态好的法齐奥利的声音很纯净的干净这个我相信跟它整体的设计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但同时呢声音是通的它不会像有些琴比如说我们后面我会介绍另外2台9齿，这2台9齿的琴就是非常非常干净，但是我觉得稍微欠缺了一点点共鸣，欠缺了一点点那种共振voice 上面就是少一点点那种味道，太干净。但法齐奥利很干净，同时它是有个性的，它的声音是有脾气或者说的再深刻一点，它的声音是有灵魂的。这台278在中高音区的声音大家可以从录音里面待会儿可以听到非常甜美声音很通透。那么这台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跟其他的琴比较下来，它的低音非常强劲有力。一台好的钢琴低音是否够深沉，能量够不够大，那这是一个它作为好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而这台琴它的低音不光是量够大，它的弹性特别好
啊，特别猛。这个有点像我们玩家庭影院里面有一个叫超低音炮啊，这个低音炮会给整个影院系统这个声音带来一种震撼的感觉。那么低音炮是这样的，它口径越大，那个单元口径越大，它的这个低频的量感就越强。但同时因为口径大了之后啊，它的速度感啊，这个低音的弹性就不一定能做得很好。所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互相有点矛盾的。口径越大，量感越多，但是弹性和速度可能会变差。而这台278，我觉得它在低音上面做到了非常好的平衡，它又有很强的量感啊，这个量感我觉得是不输给Steinway 的 D 啊，我在音乐厅那台琴，也不输给波森道夫的290啊，帝王这个型号，但同时它的弹性极好，速度极快啊，有点像这种意大利的跑车啊，那种轰鸣，那种震撼，是很特别的。我觉得它在这方面的平衡是把握的非常不错。同时呢，这台琴它的声音的风格是很全面的啊，从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开始，一直到近现代派，我觉得这台琴都能够很好的表达。有的钢琴啊，它不是这样，有的琴很适合古典时期的作品啊，声音清亮干净，但是呢，可能在很多音色的细腻的变化上面就会有所欠缺。那么可能在演奏比如印象派作品，或者是晚期浪漫派的一些需要有更多音色表达变化的那些作品的时候，它的变化幅度、音色的这种可调幅度，你就会觉得稍微差口气。但这台法茨奥里，我觉得所有的作品几乎都很适合，这也是这台琴的特点。有的时候你去挑琴，你会发现这台琴声音很好，那台琴也很好，都很好，没有什么毛病的。但是相比另外那台特别特别好的琴来说，这两台琴的声音就缺少一点什么灵魂。就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你这个人很帅或者那女孩子很漂亮那真漂亮，五官什么特别好，身材也好，皮肤也好，什么都好，但就少点味道就好像说不上来，就反正少了一点点什么东西。那我觉得法茨奥里，至少这台法茨奥里，它的声音是有灵魂的我是很喜欢它的声音的。那么如果我们再用比如说女明星来形容的话，我觉得这台琴它的声音比较是有点我蛮喜欢的两个女明星如果我们说现代的话，一个是大表姐Jennifer Lawrence，那种感觉你说她是不是挺纯的？但是她挺有味道的，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瓦妮莎科比瓦妮莎科比是演那个比较有名的一部片子里面，就是演白寡妇的，那个叫《碟中谍6》全面瓦解里面，她演那个白寡妇就蛮有味道，但是很干净的挺有个性的那么这个可能就是我对这台琴它声音的形容当然了，最终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要用自己的耳朵来聆听。
那么这些呢，就是关于这台 Fazioli 278的介绍啊。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留言我尽我的可能来回答大家。那么之后我会做其他品牌、其他型号的一些介绍。好，谢谢大家观看，再见。